初平元年2月，董卓乃喜天子，都长安，临行焚烧洛阳宫室城廓，致使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无复人烟。以讨贼为名，关东18路诸侯起兵伐董。诸侯终日只知饮酒作乐，不思进军。亦有勇者孤军奋进，却终落得埋尸荒土。关东诸侯已撤去大半，让老二说中了，他们的军粮就只够撑2个月。哼，只要是和粮食有关的事，老二从来就没错过。刘岱回军兖州途中突袭乔瑁，一夜间吞并了乔瑁的领地东郡。所谓关东联盟，根本就是一场闹剧。这群州牧，当初为防董卓做大才结成联盟，当董卓撤出中原之后，便纷纷露出狐狸尾巴了。果不出所料，关东联盟已名存实亡了。冀州牧韩馥大人派粮了，想活命的都过来！想不到韩馥还有这么多军粮啊！既要退兵，多带军粮也只会成为负累，不如拿点来做善事，收买人心。名声这东西，主公向来是很喜欢的。正所谓仁者无敌嘛。快，将我们的粮车也驶过来！三公子政绩灾民，着实为主公脸上贴金。小的收买人心，尚儿做得不错。探子回报，曹操和孙坚两军已败于董卓，死伤惨重。不知审时度势，逞一时之勇，毁败也是理所当然。看来属天下英雄，唯主公您一人。文丑啊，在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莫要以成败论英雄。末将受教了。告诉方儿，他还年轻，做事不用那么激进。至少在收买人心这件事上，他倒不及尚儿了。看来和孙家婚事取消一事，对公子的打击不小。都记住啊，这是袁绍大人分给大家的啊！愚蠢之妻，你太迟了。荀先生，你真是个怪人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为何会拒绝袁绍？我家主公示弱，又败于董卓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更何况你家主公的势力很快就会变得强大了。很快？别以为你是水镜门下就可以。将军，主公回来了。只剩下这些人吗？为免军心受损，命主簿将董卓军的数目夸大吧。是。荀彧恭贺曹大人败得及时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为何天下强者都想得到8旗，所以，我已照先生的叮嘱，狼狈地回来了。大人这份用人不疑之勇，已令我死而无憾。那你就去死而无憾吧！小子，你居心何在？夏侯惇代主子谢过弟兄们的好意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夏侯兄，看来你对这小子颇有兴趣啊。我只是想要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。
又是来要饭的难民。哼，这就是他的计谋，派粮收买人心。这种事我也会做呀。哼，八旗会不会名过其实了？阿满，你怎看？妙才，拿些军粮打发他们吧。还有，顺便给我打发那小子。好，夏侯将军，请转告百姓。哼，知道了，仁者无敌嘛。告诉百姓，军粮是为将士们准备的，一粒都不会分，叫他们回去。你说什么呢？小心给人听见。嘿，我们何以要来乞讨？自关东各位大人结盟讨董以来，我们无一日不在期待战乱早日平息，我等便可重建家园。可是，大人们却始终不发一兵一卒，终日在酸岛大营里饮酒作乐，没有人肯出兵讨伐董卓。现在甚至直接退兵了。什么粮尽退兵？明明还有这么多粮食，多到可以分给我们。这么多的粮草，这么多的兵士，明明就可以用来讨灭董卓，还天下一太平啊！说得很好，你们完全有理由愤怒。正因为这样的理由，军粮绝不会分给你们，请回吧。混蛋！这白毛小子欺人太甚，我忍不了了！老子又不是没杀过这种养尊处优的家伙。对啊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。慢着，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他。曹大人可是还要再战？国贼不除，天下难安。曹大人当然要再战，所以我们的军粮只能用来讨伐董贼。不一样，这位大人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大败之后仍敢回来再战董卓的英雄，为国为民，屡败屡战，这样的人才是真英雄啊！这英雄啊！当今天下大乱，一包米不足以收买人心，与其终有一日饿死，倒不如投靠有志之人，竭尽犬马之力讨贼除金，为自己拼出一条活路。曹大人，得势者昌，虚实者亡。这小子懂得把握最有利的时机形势，更懂得掌握民众的心理。在我们山穷水尽之时，仅凭几句话便可募集到如此多的兵士。水镜八旗果真名不虚传。这样的气魄，这些人可能不是普通的民众哦。据说黄巾头领张角死后，他的信众大多聚集在酸枣一带。若这些人归顺了我们，无需太多操练，便可上阵杀敌。这样一来，其他流散在冀州、兖州、青州各地的100万黄巾余党也会闻风而至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实力岂不更胜从前？只不过几句话，便可改写我们的命运。如果这小子是张角，天下便是他的了。幸好他是我们的张良啊！大师兄，荀彧这便告辞了。哎，你这一走，与我家主公好比高祖同食子房呀。有负大师兄美意，只是你家主公实非荀彧所求之人。也罢，若论窥见人心的本事，只怕我们几个都不如你。过奖了。荀彧
只不过是在找一个肯种田的庄稼人罢了。所以，你找到自己的庄稼人了？是。以你的慧眼，岂能看不出他多半已全军覆没了？至少他有种田的心，而我也有丰收的期待。诸侯都在笼络人心，唯恐生民受损。你们几个怎看？名声与真理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天行有常，名不副实者，终将沦为笑谈。天地不仁，虚名在上，也只不过是徒增负累罢了。纵观天下，肯为国讨贼的只有2人，一是孙坚，二是曹操。对，在你们面前只有2位主子。身为军师，责任重大，一句话便可决定万千将士的生死，而一旦错投了主公，更是会助纣为虐，为祸天下。荀彧慧眼识人，已踏出正确的一步。学生明白了。很好。你们3个呢？天下之大，能者众多。老师怎可断言，明主只有2人？西凉人的齐军有可乘之机，传令下去，谁人胆敢走出军营，军法处置。请援之事如何了？5位刺史梁进已拒绝前来救援。不是我们的人，也不是关东的。有江湖人在这里，请去。齐国，二公子料事如神，这座虎牢山遍布西凉人的斥候，我们一路上已经碰到了7族人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何独独不肯放过这族人？忘了二公子的话吗？此去不可出手，更不得泄露残兵的踪迹。二公子的话，我什么时候忘过？那你……此人是吕布的亲信，我在洛阳见过他。方才他一开口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恨无及无。吕布把你伤得那么重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哼，就只是因为这个吗？没错，就只有这个原因。我可是听张雷、郭王他们说，吕布他还吃……快点吧，把尸体都藏好。忘了二公子的话吗？哎。你要真听二公子的话，就不会出手杀这些人了。真啰嗦。这次回来之后，小梦似乎……阿火，你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吗？
至少，我证明了一件事。好像是的。我料那吕布必会现身虎牢关。袁绍以为董卓已撤往长安，所以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。虎牢关四面环山，居高临下，是兵法上的死地。西凉人只要抢先一步到达，便可利用此关隘地形困死联军。所以，董卓的城下一句究竟是真是假？兵者，诡道也。近而视之远，远而视之近。向远装作往近，向近装作往远。是远徙长安，还是进展虎牢？是真可假，假亦乱真。那么，若是我方及时后退，若我方此时选择后退，虎牢山地形复杂险峻，绕山而退便需要10几天，军粮绝不够维持，终究难逃一败。如此说来，只剩下拼死一战了。不可，若此刻出营求战，敌方主将便可断定我方粮尽在即，定会选择坚守不出。虎牢关易守难攻，若敌方拒不出战，待我方军粮耗尽，便不攻自破。求战不可行，必战却无粮，我等岂非败局已定？今日我营中已出现了逃兵，若当日不将军粮分给那些百姓便好了，至少还能多撑一些时日。诸君，希望仍在。元方之希望，此次据守虎牢关的西凉主将是吕布。我料那吕布必会现身虎牢关。吕布啊！虎卫十王，人又何尝不是？关东联军万万料不到我们会去而复返。兵者，诡道也。以此般成立大业，一座弃城为虎牢。城下一句，又岂止一次？关东的那几只恶虎，就留给华将军了。吕布，我会让你明白，这世上的战神，不只有你一个。西凉人出城了。若公子算得不错，领军者想必是华雄。火哥，华雄比吕布如何？哼，在我眼里只有吕布。火哥，临行前公子叮嘱过，此行只需为司马家打探双方虚实，切不可出手相助任何一方。更不可再与吕布交手。二公子，你是了解我的。我只希望你了解，司马家好不容易请来为你疗伤的那位华先生，价格不菲。火哥，你是嫌吕布给的伤还不够重吗？我在想，或许当今世上，只有吕布一人才能让我了解，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看到这个月的账本，我的心已经开始痛了。军师有令，不得出营与敌交锋，违令者斩。接连3天闭门不战，莫非还有军粮？还是真的有援兵？虎尾关方向如何了？自日前发现疑似关东联军踪迹以来，已增派20组斥候真骑详查敌踪。关东军师乃水镜8旗之首，
如此这般按兵不动，想来暗中必会有所动作。将军，为防有诈，就由末将领一支精兵前往虎尾关镇守，如何？报！华雄已分兵前往虎尾关方向。好，传令虎尾山中的文丑将军依计行事。得令。如此一来，华雄的军力又减少了。没错，现在只要华雄稍有差池，虎牢关内的吕布必引兵来救。到那时，埋伏在山中的文丑将军便可率领伏兵来个前后夹攻。果然妙计。报！华雄见我军拒不出战，已立下战书，欲我军上将单挑。这愚蠢的家伙终于忍不住了。袁公子，华雄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计算之内啊！现在只需接下战书，击败华雄，便可引吕布出城来救了。要击败华雄啊！两军交战，士气为胜负之本。单挑既不损兵，又可极大影响两军士气。华雄倒是明白水镜老师的道理啊！领官，传各位将军。快去传各位将军。元方贤侄，我有一个疑问。叔叔请说。华雄虽说厉害，但你所选的出阵者竟有20人之多，是不是太小看他们了？以他们的名气，莫非是故意为之？须知高手的功底皆相去不远，胜败往往取决于战役高低。我方此战许胜不许败，20位目中无人的大将，将他们编在一组，引他们争功。激将法，这就是你的提升战役之法。不错，一旦和武将的名声扯上关系，他们定会拼尽全力，只求一胜。以大将的傲气来提升彼此的战役，再以大将单挑的胜利来提升全军的士气。妙啊！不愧是水镜奇人。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！怎么了？出阵者名册之中安排在最后的，竟是3个名不见经传的马弓手。马弓手？这是对其他将军们极大的侮辱啊！还没出阵，人都要给你气死了。报！出阵的将军们来了。求战，若然不胜，愿受军法处置。诸位大人，效果出来了。我从军数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激昂的战役。就算是往坏处想，即便连败数场，士气恐怕也不会降低多少。我方此刻战意高昂，众军师有何补充？愿遵袁军师指示。诸位大人有何补充？元方贤侄，哦不，袁军师，请随心所欲。诸将，谁人愿为先锋？拿下华雄，项上人头。邓姓愿为先锋。邓将军的威名，关东谁人不知？准战，赐酒。谢大人。备马。如此壮丽的舞台，纵然战死也无悔了。
这种感觉就像天与地之间只剩下敌我二人。如此华丽的舞台之上，只有一人方可站立到最后，那就是主角。而主角的名字只能是我大哥。什么东西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我只是一个马弓手。你大哥又是什么东西？我大哥那中山靖王之后，刘备刘玄德。天下真的乱了，又有几个冒认皇族的家伙。找死！潘将军，请恕罪。此正是提升诸位将军战意的好机会。乡野村夫没见过大场面，还请潘将军手下留情，免他一死。刘备愿代为受罚。大哥，你这是……打歪了吗？竟然打他不倒！潘凤是吧？这下你真的惹我生气了。哼，马弓手是吧？想死？我成全你。潘将军，请息怒。去！哎呦！我杀了你！自不量力！邓姓将军不出3合，被华雄斩于马下。下一个！吕布，我的路开始了。下一个！